好，中国现在看穿了美国的弱点今天特别来关心到的是，因为在美伊战争当中，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现在主宰的是无人机的供应链。那另外一方面呢，今天会来做关心的就是五角大厦现在正在实施的大清洗把他们的一些高官给换掉，怎么换？换了谁？等一下都会一起来看。专家说，现在呢，针对于3战世界第3次的战争胜负已定了，而北京就是趁势来接管全球秩序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我们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今天会来关心的是，当中国大陆几乎我们看到在不管是俄乌战争或者是美伊战争当中，无人机变得更加的重要了。而大陆现在其实牢牢的掌控住无人机的供应链，还包括了现在在战争期间最需要的稀土跟飞弹产能。《华尔街日报》是这样形容的。基本上已经在成本战上面大幅领先了整个战场，还出现了现在有个说法，大陆已经赢得了第3次世界大战的说法，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那么美军的军事优势还有多少？今天会来做关心。第二件事情，刚刚特别提到的赫格塞斯现在正在主导着五角大厦的人事重整，被批评现在出现的一个大清洗叫做史达林式的大清洗，他把一些他不喜欢的将领给撤换掉，同时间注意到了他把自己的弟弟现在正式的纳入了高层的顾问圈里面之外，还有他的妻子竟然被发现出席了美军的官方会议，现在被指这个还是单纯的军事体系吗？第三件事情来自于 CNN 的最新报道，直言美伊冲突几乎所有人都是输家，但是 CNN 认为只有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在这方面相对得利，而且反倒让中国成为了在这一场战争看起来是一个和平的倡议者，代表说中国接下来可能取代美国掌握世界话语权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来看到最新消息，赫格塞斯才放话，他说要让北京看到美国毋庸置疑的军事实力，尤其在印太地区要以实力来吓阻中国。没有想到中国大陆看到的是什么？是美军在美伊战争上面的核心的一些重大问题。首先就是看到美军的防御系统正在被饱和无人机全面压制，再来就是先进的高成本武器根本无法应对来自于伊朗的低成本饱和攻击。最后一件事情是可以看到军工的供应链还是到现在为止高度的依赖中国，不管是稀土或者是零件。我们另外看到的是美军的印太司令前副司令他特别讲了，一旦美中未来如果爆发冲突，这个冲突的后果会比伊朗战争还要更加严重许多，原因是中国大陆在经济上实力上远比伊朗还要强太多了。其他还有包括了，他也提到了中国现在具备的几大重大优势。首先就是制造能力了，在产能方面远远的超过美国，尤其造船的产能大约是美国的230倍，稀土的控制量。大陆牢牢掌握全球90%的关键材料，而飞弹的库存也在快速的扩张当中。这当中包括了这个弹道飞弹、巡弋飞弹、核武库都在快速的扩张。而 AI 的应用战场，尤其就是今天特别关心的无人机蜂群战、智慧化作战，中国牢牢掌握。而工业化体系可以说在战时动员能力是全球最强了。刚刚提到的无人机是美方现在非常担心的，所以呢，《华尔街日报》特别点出了中国大陆在掌握无人机上面的优势。他特别也提到了说，不管是电池的优势，或者是马达的优势，甚至到晶片感测器之外，在成本上。我们来看到这个价格到底差了多少？美国的4轮无人机要价1.5万美元，是中国大陆制造的3倍，成本真的是高非常的多。专家形容中国已经赢得了第3次的世界大战。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舰长怎么看了。刚刚特别讲的《华尔街日报》，他说中国赢得了第3次世界大战，未来战场他也特别提到了无人机消耗战的一个重要性，但是如今却牢牢的掌握在大陆的手中。如果未来美军真的发生了所谓的中美之间的战争，那么对上解放军会不会状况比伊朗还要更加严峻许多？舰长怎么看？如果我们来看这个最近有非常多的一个军事研究者所提到的有关于未来作战的形态，都是以无人机为主的。那如果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无人机如果它的弹簧刀或者是民用的这个民间所产制的这种军用无人机
真的好的话，他就不会去仿制 Lucas，也就是见证者136的仿制版，也就是这一些无人机，其实在战场上历练过之后，其实可以看到它的好处。但是无人机绝对不是只是征收或者是查打一体而已。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查打一体的无人机放下了小型的这种巡飞弹，但是这个巡飞弹在攻击的过程当中，其实它也对这些经过的这个地形地貌或者是地上的部队呢，也已经做了相关的征收之后传给查打一体，查打一体呢再进行所谓的杀伤链的一个相关的重组，以及呢有关于 AI 的一个协助决策之后，然后，所以我们说未来为什么第3次世界大战会是以无人机为主？但是呢，无人机绝对不是只是这样而已。无人机真正重要的不是单机，也不是征收，也不是查打一体，是集群。那这个集群到底有多可怕？我举个例子也就是例如说有10个目标，那10架无人机起飞了，可是它在路上可能已经被击落4架跟5架了，他们会剩下的5架或6架呢，他们会自己的沟通，现在要攻击的最优先的是哪5个到6个目标，他们已经放弃原来的目标，去攻击威胁最大的目标。那这个就是我们讲到集群式无人机它的一个优点在这里。也就因为如此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没有一个国家在做这个，可是解放军有在做只是解放军从不展现这个实力。为什么？我们来看南华早报它就有报道一名士兵他可以控制200架的这个无人机，这个是一个集群作战一个模式。那这个模式呢，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它只告诉我们的是这一个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个研究而已。通常我们看到这种研究，通常都是3年之前的研究，也就是当中国大陆进步的这么快的时候呢，我们没有人跟得上。那赫格塞斯现在讲说，他这个可能要有出其不意的攻击伊朗或者是他的印太实力。印太实力的部分，在2024年的4月到7月的时候，帕帕罗已经说了很多次了。他如果有一天台湾海峡发生了任何军事冲突的时候，他要把台湾海峡变成这一个地狱场景。但是有关于这一个当时的珠海航展一结束之后，他们不知道看到了什么，他们立刻改口说这个从冲绳到台湾海峡太远了，它没有这些数量，所以他们又要重回原来的造舰。这就告诉我们，美国不断在修改它的一个作战模式。好，所以这边我们也看到说，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在不断的提升。那美国特别也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事情，包括我们刚刚看到《华尔街日报》特别针对于美国现在武器需要赶快赶上来做一个最新的示警。但是呢，内部我们看到五角大厦现在正在进行的，我们刚刚提到叫做史达林式的大清洗。赫格塞斯我们节目先前讲过了嘛，他开除了很多的在这个国防部自己内部、战争部自己内部的高官。那么现在这个史达林式的清洗说呢，有60%的受害者是非裔或者是女性，都被这个给炒鱿鱼了。那么现在也说呢，赫格塞斯的弟弟还有呢他的妻子，竟然呢进入到了这个军事圈里面来。他的弟弟现在任命为高级顾问，妻子现身在美军的官方会议当中，怎么回事？委员怎么看？我真的很佩服川普跟他的团队就我刚才说过了，川普自己拿一个大铁锤在敲美国所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在捶打美国过去的这个在国内大家团结的这种向心力但是呢，除了川普在干这件事情之外，他的这些亲信他的这个周遭的幕僚也不遑多让大家就唯恐美国衰弱的不够快，所以呢，大家就一起想尽各种办法来帮川普达成这个目标了。那么赫格塞斯当然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那么我觉得事实上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像刚才舰长所提到的新式战争的这些装备，其实美国已经在落后中国大陆了。包含我们讲的集群式的无人机，包含像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在传统的战争的装备里头，其实中国大陆跟美国已经可以有一较长短的实力了。
虽然美国不断的在宣称说，它某些军事装备的这个技术也好，那么功能性能也好，仍然是这个全球最顶尖的。但是各位不要忘了，装备还是要人来用的。就你有再好的装备，你也必须要有训练精良的士兵，甚至包含有作战经验的将领来做指挥。可是现在你看到的是什么？赫格塞斯正是想尽各种办法，正在瓦解美国的这个国防上的人力资源了。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赫格塞斯解职了一位海军部长哦。那我那时候看到那海军部长的时候，我还想说哇，他应该是某个什么海军的将领，就不是，他是川普在那个商界的企业界的伙伴哦。然后这样的人可以当到海军部长了，那个。我想舰长是出自于海军的吧，在台湾大概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哦，就是一个海军的指导的这个重要的官员，居然是来自于企业界、来自于这个华尔街的人哦。然后呢，再来，现在的美国的这个军人现在面临另外一个问题，我刚才提到就不知道为何而战了。就以前美国的大兵就是上战场牺牲性命，不管在全世界的哪个角落。他都很骄傲，因为他知道他在扮演的是世界警察的角色，他就像是美国队长一样，捍卫这个世界的民主、自由这种共同的价值。所以为了这样的一个目标，他们愿意上战场，为了这样的理念来牺牲奉献。可是现在美国的已经没有正当性了。我刚才讲过，美国滥用他的权力，滥用他的这个军事力量，他现在在全球已经变成一个掠夺者了。现在谁还敢讲说美国代表的就是正义，代表的就是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我相信美国任何一个大兵，他在战场上都很难这样说服自己了。更不要讲川普自己说他是海盗了。你真的认为美国的大兵会希望去西岸去当一个海盗，然后为了当海盗去牺牲生命吗？然后第三，你看到他解职了这么多军事将领，所以接下来美国的这个军队的指挥体系马上就会面临经验的断层了。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将来如果真的一旦发生战争，究竟谁来指挥？赫格塞斯的弟弟来做指挥官吗？那你更不要讲说赫格塞斯现在在军中搞意识形态大清洗，完全是用宗教式的意识形态在绑架现在美国的这个军队哦。所以这些东西都会造成美国内部严重的分裂，包含军队的分裂。所以照这种方式的发展下去，设备装备已经这个逐渐丧失优势了，然后人力资源现在又不堪一击，我实在不理解美国接下来他要如何维持他全球的军事霸权了。好，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美国霸权，或者是所谓在美国在全球的精神，都正在陨落当中。那也就是在同样的此刻 ，CNN 也就放话了，他说呢，美伊战争可以说大家都是输家，唯一赢的就只有美国跟俄罗斯而已。而且中国现在还在外交上得到了这个和平倡议者的形象，尤其现在这个时候，美国他拒绝付这个联合国会费，不缴费，那中国刚好接任联合国的安理会轮值主席，他表态说愿意挺身而出。德国的部分正在积极寻求支持，抢占安理会一席之地。杨老师怎么看？对，我们通常都认为，大概21世纪美国面临到自己本身政策错误造成的，就是中美竞争当中它逐渐落后，然后呢，更不要说几场战争下来造成它的国力衰退，以及它的盟国之间就是跟它渐行渐远。那可是，在伊朗的战争当中，其实也引起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能源的冲击，使得中国大陆在过去清洁能源上的这种统治地位更加的稳固。因为各国现在都转向就是改变它的能源结构，甚至增加购买中国的电动车。是，那这些都会造成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在讨论说，尤其川普就是这个放弃多边主义的主导，或者是他自己本身转向美国优先啊。可是也不要太低估美国了。我觉得短期内它的削弱，并不代表它的绝对的溃散。是。那各个层面跟指标看起来，我觉得中美竞争的的确确是往这个方向是在走。可是4个层面美国我们在讲它的霸权在4个层面：第一个美军，第2个美元，第3个美盟，美国的盟邦，第4个美帝。什么叫帝呢？帝国主义政策。也就是你要做一个领导者你要有这个领导者的帝国主义政策。那先讲美军呢，它还是750个全球的基地，可是你看它在伊朗的战争当中，其实光是海湾地区的这些国家里面的军事基地，它的效用已经大减。对，你这个基地所需要的设备或者是弹药，你就无法经过荷姆兹海峡。而海湾国家现在开始在思考要跟美国的这个军事合作关系，
所以它在军事上也开始在渐渐的退缩。尤其你这样的一个大国，你居然没有办法去打赢伊朗，不只是军事上，战略上也都是错误。那美元霸权这个还是一个可能在这几个项目里面会维持最久的，因为全球性的这种交易的这种惯性以及对于货币的信赖、经济的支持、科技的发展，现在看起来虽然年底可能大家担心有所谓的 AI 泡沫，可是呢，事实上取代的也并没有其他的大的项目，而美国还仍然是具有一定的主导性。不过这些中国都在跟它做竞争，然后呢，最近我们看到 CIPS， 也就是说以人民币为交易的系统，是在战前跟战后，就伊朗战争前跟战争后是大概2倍到3倍的增加，但是在比例上还是不够的。那美盟这个就是现在你看到北约的国家跟他渐行渐远，不过这个是川普自己在闹意气之争啦。你看他是说要从德国撤退5000多人，甚至战斧系统还是极音速飞弹系统，其实这些东西大概占德国5000多人，在美国驻德国的军队是36000多人，所以事实上也是一个影响，但不会是关键性的改变。是。那最后最重要，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也就是他自己把自己视为世界的领导者、世界的霸主、世界的警察。那前面3个中国的竞争都很明显，但第4个，我觉得中国是没有帝国主义政策的想法。也就是他不是要来做一个取代美国的这种帝国，而他可能希望是一个多极体系跟多边主义的进行在现有的国际秩序。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中国没有表现出像以前的那种强国竞争就是要跟你打一仗，或者政策上跟你这个搞对立，那美国的衰退可能会有蛮长一段时间，我们才会看到最后的结果。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